我会觉得时间真的好长，但是又觉得时间很短。如果你只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你会永远无法了解这个群体他们的诉求。控制这个讨论的方向，然后你要去从学生的那个话语当中去深挖一些东西。它能给你一个新的看待很多问题、看待世界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活动中复制博雅教育对于严苛的阅读和写作训练的追求。给我看一下。哦。1楼106，你协议有带吗？哦，带了。可能在我就中国那普通高中，就是说是因为人数的原因，或者说是某一段时间内你马上就要参加一个考试应试的原因，就是老师很难去让学生去讨论啊，是马上告诉，而是就是马上告诉学生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可能你在这次考试中，你把老师给你讲的东西你吸收的非常好，但是并不能代表你对这门课有了一个很深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教育有2个非常重要的弊端，一个就是说，它对于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分隔，让很多学生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真正想学习的东西。而另一个就是说，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在选自己的专业之前，没有办法真的知道这个专业是什么样子的。上次有课吗？这就是我备课的样子。我把这个围成一个圆圈，我能坐在中间呢，因为我不想站着讲。很紧张，很紧张，确实是因为总觉得要把自己当成一个 authority， 但是又很不想把自己变成 authority， 因为真的是说实话来讲，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分几个小组，先聊一聊大家理解的 core 是什么，了解到比如说 LGBT 的各种名词啦、label 啦都可以写下来，然后我希望大家在5分钟的讨论之后，把这些名词写到黑板上来。写爽吗？了解呢。就是真的，当时选这门课就是有猎奇心理，就是期待着老师给一些我一些特别冲击传统概念，就是看热闹的心态属于。就是不是直的，直的又是什么呢？直的是什么？异性，就是异性。或者异性恋。就是异性恋。因为课程的性质，就我们的课程都是非常小班的，这个学生和讲师之间他的隔阂是很小，然后学生在上课也经常被鼓励去说话，学生互相之间的讨论也很多。我们觉得这种环境容易促进他们去主动的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两个理论给出不同的预测？一个人说，如果你懒，那你拖延是因为懒；另外一个人说，拖延是因为有时间概念。谁说的对？我们需要收集证据。你就是忙到微博不看了，朋友圈不刷了，只专注于学习，因为你每天要接受很多东西，而且这些都是你非常想要去学的东西。你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接受知识和别人交流的机会。我需要再梳理一遍啊。首先我们知道第一组人是什么样的人，懒，有时间概念，好吧？然后我们看到理论一说，如果你懒，你会拖延。之前可能没有这样体验，就是说要读一个关于这门课的这么多的一个阅读，它很多都是一些评论家早期的一些评论，就是写的都比较专业度很高，或者说比较晦涩吧，所以它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一个 reading。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活动中复制博雅教育对于严苛的阅读和写作训练的追求。然后他行婚的话，就有一种，他也有一种自主性，就是他是自愿的找了一个也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然后构造了一个虚假的婚姻，然后再寻找他自己，让他构造婚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寻找自己可能的幸福，然后我的天，就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介于愧和不愧中间的感觉。我知道我这个观点好像很不适合辩论。原来这个群体可能在我的认知范围里面，它就只是一个，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但是慢慢了解以后，我就会发现，就真的当你去了解这一群人，他们所待的环境，他们所受到的歧视也好，就是他们所受到的政策上的不公平也好，你就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只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你会永远无法了解这个群体他们的诉求。一个婚姻关系，它是渗透着你个人的身份，还有一个你市民的一个身份。比如说，如果你这种关系暴露了，你就是表达了一种对国家的不忠。对，他阅读是这么写。对国家不忠，但是对国家不忠，我们可以去更深一步去想。我其实就是想做成一个讨论的样子，然后后面发现，其实这个讨论也是非常需要技术含量的，因为你要去控制这个讨论的方向，然后你要去从学生的那个话语当中去深挖一些东西，这个反而是更加需要技术的一件事情。For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linguistics is about in general and some common assumptions we have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So semantics is about meaning, and pragmatics is about meaning in context. 一开始我参与到那个教授的那个课堂当中，我不是完全听不懂的，我可以听懂，但是我不能够参与。参与的所见就是数来数去那5、6个同学吧。然后我们换了一组华人教授的课，我预想是可以用中文，结果还是用英文。那情况又是一样，又是那轮流5、6个可以用英文表达的人发言。There were circumstances that a village should be self-sufficient. 后来我跟教授反映了用中文，他也欣然接受了，就是不顾主委同不同意，就是他也用中文了。然后后面的最后这2节课，我们都进行了异常迅速。这次 Veritas 在那个录取的时候，我听说有那个英文阅读的那个标准，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英文阅读的这个标准。而且以后我们讲师是不是应该设置全中文的一个课程，就是让学生自己去自主思考这种模式，是不是应该带给更多的那些英文没有那么好的学生？其实他们也有权利去有这样子的课堂。看得清楚吗？可以哈。最后一次课程比较快，总有一种感觉是好像还没有刚刚热身，还没有进入状态呢，这课就完了。行，那现在我们就是来看一看这个绘画。欢乐，我接着放。你们组织者要不坐到前面来吧，坐前面来，看着大家的脸。最后一节课不能轻松散漫，我们要进行一波非常深刻的讨论，然后再进行一波碰野鸡的活动。开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才发现耶稣头顶上有个黑的。他头顶上确实有个环，他那确实有一道，在那有道环，可以放大看一下。这个地方啊，我可以放大一点。你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想法，就等于你只有一双眼睛，可是你在这种课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有很多眼睛，他们帮你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帮助你启发，你会可以看到更高更广。好，我们就
请自然多谢大家啊！这7堂课真的学了很多东西，还是很遗憾，就是好像刚热身了就完了已经多谢大家。合影好。3、2、1 ，cheese。我会觉得时间真的好长，但是又觉得时间很短。我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么短呢？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开个20几天就是1个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太可惜了。就是我上到第2天我就已经开始觉得可惜了。今天我们课已经超15分钟了，我觉得给大家给自己鼓掌好不好？调高点啊，高不了，黄同学。可以调起来好吧？好奇怪啊！我现在就感觉好快啊，就感觉特别的快，因为就是感觉没有上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么多感觉上了很多内容，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还是想学更多的东西。